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男演员千万别毒舌，任嘉伦、程毅、龚俊和陈星旭一比，差别出来了。送走新剧无忧渡开播夜色中的萤火虫在竹林间闪烁，半夏提着灯笼穿行在雾气弥漫的巷口，忽然撞见一只人面鸮扑棱着翅膀冷笑：“小姑娘，你的眼睛真特别。”话音未落，一柄银刀破空而来，九宣叶倚在屋檐上挑眉道：“年纪这么大还学人装神弄鬼。”这一幕让观众瞬间记住了无忧渡里任嘉伦饰演的毒蛇捉妖师。刀尖上的寒光与半夏颤抖的睫毛形成鲜明对比，九宣叶嘴上刻薄，却在妖怪袭来的刹那将女孩护在身后，这种反差感正是近几年荧屏毒舌男主席卷市场的核心魅力。程毅在莲花楼里把李莲花演活了，嘴上不饶人，心里却比谁都重情。有句评人如此评价：当李莲花将唯一解药抛给皇帝，自己驾着小舟消失于东海时，屏幕前的观众仿佛能看见他转身刹那嘴角那抹释然的笑。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在于，他既能用一句方多病，你这脑子不如去种萝卜气的徒弟跳脚，又会在深夜默默替对方盖好踢乱的被子。据统计，莲花楼大结局播出当晚，李莲花一男频话题阅读量突破12亿，足以证明观众对这类外冷内热角色的偏爱。穿越剧《绝世千金》里的钟无媚则提供了另一种毒舌范本。龚俊饰演的王爷初次登场就甩出“你这种姿色也敢肖降本王”的暴击，却在林落井跌入池塘时下意识伸手去捞。剧组服装指导透露，为突出角色口是心非的特质，特意在钟无媚的蟒袍内衬绣了并蒂莲纹样。这种细节设计让角色在对天对的时，衣袂翻飞间偶尔露出的温柔绣纹，成为观众捕捉情感变化的线索。当镜头转向现代都市，你也有今天里的钱衡将毒舌属性升级为 2.0 版本。陈星旭推金丝眼镜的动作已成经典镜头，他饰演的律所合伙人能把这份合同漏洞多得像筛子，说得如同赞美诗。有趣的是，剧组在筹备阶段专门聘请了真实律所合伙人担任顾问，确保每个毒舌金句都符合法律精英的思维逻辑。某场会议室戏份中，钱衡连续输出15分钟专业术语驳斥对方律师，这场戏的台词本被网友戏称为凡人进入领域。毒舌角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反差萌。影视心理学专家指出，当观众发现角色冰冷外壳下的柔软内核时，会产生强烈的情绪投射。无忧渡最新释出的花絮中，九宣叶擦拭母亲遗物的特写镜头，与他白日里讥讽妖怪修炼千年还这么蠢的嚣张模样形成撕裂式对比。这种人物塑造手法，在莲花楼里莲花可写仍强称说笑的场景中同样奏效。数据显示，这类情节的观众留存率比普通桥段高出 47%。从市场反馈看，毒舌男主正在打破题材壁垒。古装剧里他们可以是捉妖师、侠客或王爷，现代剧中则化身律师、医生或商界精英。爱奇艺2025年 Q3 剧集报告显示，带有毒舌标签的男主角参演剧目，平均播放量比同期作品高出 23%。优酷用户画像分析则表明，18至35岁女性观众对此类角色关注度同比上涨 61%。弹幕中嘴这么毒，心里一定很苦吧？成为高频互动语。演技派们对毒舌角色的诠释各有千秋。任嘉伦在无忧渡片场设计了冷笑时又眉微挑的微表情，程毅为李莲花设计了摩挲少师剑碎的小动作。陈星旭则透露，钱衡推眼镜的力度会根据对人强度分3级处理。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，让同属毒舌类型的角色呈现出鲜明差异。
某影视院校已将论毒舌表演的层次感列入编剧专业必修课案例库。不过，观众审美正在向更高维度进化，单纯的语言攻击已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无忧度。编剧团队在采访中透露，九宣业的毒舌台词都暗含妖怪弱点提示，例如嘲讽人面消活的酒反而糊涂，实际暗示该妖惧怕时间循环陷阱。这种将语言攻击与剧情线索结合的创新，使毒舌属性不再是扁平化设定，而是推动叙事的重要齿轮。当毒舌成为保护色，我们真正想看的是角色卸下铠甲的过程。正如半夏在最新剧情中扯住九宣业衣袖质问：“你每次骂完人都偷偷给药铺老伯送银子，装什么恶人？”月光下捉妖师僵直的背影，让屏幕前无数观众红了眼眶。这种层层拨开角色伪装的叙事节奏，恰是《莲花楼》里香姨变成李莲花，绝世千金中吴媚放下王爷架子的共通内核。市场的热烈反响催生了更多元化的毒舌角色开发。据悉，已有制片方在筹备双毒舌男女主设定的律政剧，拟邀请龚俊与陈星旭搭档。而某视频平台大数据显示，双向毒舌关键词搜索量半月内暴涨300%。这预示着，当两个浑身带刺的灵魂相遇，既能碰撞出火药味十足的交锋，也可能淬炼出意想不到的温柔。这种新型关系模式或将开启下一个爆款风口。从李莲花飘摇的江湖到钱衡冰冷的律师事务所，从九宣业斩妖的银刀到钟无媚藏在袖中的蜜饯，这些毒舌角色用坚硬的壳包裹着滚烫的心。他们教会观众，有时候最刻薄的话里藏着最笨拙的关心，最嚣张的态度下压着最深沉的故事。当镜头掠过他们转身时泛红的眼尾，我们终于懂得，所谓毒舌不过是不会哭的孩子另一种要糖的方式。但我觉得，真正的美是发自内心的。脸是天生的，但气质是后天养成的。只有内外兼修，才能在娱乐圈里站稳脚跟。对了，最近听说有个古偶男星偷偷去做了微笑唇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要是真的，那可就太讽刺了。笑容这玩意儿，应该是真情流露，而不是靠手术刀硬挤出来的。最后问一句，你觉得古偶男主角的脸真的那么重要吗？